家好，欢迎来到 Scratch 少儿编程课堂。今天我们要学习 Scratch 的运动积木，让角色动起来。第一个是移动10步，点击它，小猫会往前走10步。数字可以改，50会走更远，改成负数就会往后退。这个积木常用于追逐目标的动画。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猫追球的示例。首先，添加一个新的角色球，将小猫和球分开一段距离，并选中小猫开始编程。然后我们拖动条件积木块到编程区域，将碰到鼠标指针，判断积木块拖到条件积木块的判断区，点击下拉框选择碰到球，拖动停止积木块到条件积木块的小猫碰到球位置，让小猫碰到球后停止运行这个脚本。如果小猫没有碰到球时，我们让小猫面朝球移动10步。最后我们拖入重复执行积木块到编程区，将重复执行积木块放到我们的程序外围，让程序重复执行。我们点击程序块进行运行，就会看到小猫去追球啦。将球移动到其他的位置，重新执行程序，小猫也会追着球移动到新的位置。右转15度和左转15度让角色转动方向，改成90度，小猫就能快速转向右边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小猫绕圈跑的示例。我们拖入重复执行积木块到编程区，把移动10步和右转15步连起来，点击积木块运行，小猫就能绕圈跑啦。移动到随机位置，让小猫跳到舞台上的任意地方。移动到 x-196y23 表示移动到一个 x 坐标为-196，y 坐标为23的确定位置。x 和 y 可以随意更改。我们做一个小猫随机刷新的实例，拖动移动到随机位置积木块，重复执行积木块，等待积木块以及运行积木块到编程区。点击绿色运行按钮，小猫就会每隔1秒后出现在不同的位置。在1秒内滑行到随机位置，让角色平滑地滑过去。在1秒内滑行到具体位置，时间以及 x 和 y 都能设置。我们做一个滑向苹果的示例，添加一个新角色苹果，将小猫和苹果拉开一些距离，拖动执行积木块，重复执行积木块，以及在1秒内滑动积木块到编程区，选择滑动到苹果，点击开始运行按钮，小猫就会平滑地滑动到苹果旁边，改变苹果的位置重新执行，小猫也会继续追逐苹果。面向90方向，让角色面朝右边，可以随意更改角色的朝向，比如180度、270度。面向鼠标指针，可以让角色始终面向鼠标指针。我们做一个小猫追随鼠标的示例，让小猫自动追着鼠标走。点击运行，小猫就追着鼠标移动了，是不是很好玩啊？将 x 坐标增加时，表示往右移动1点，改为负数表示往左移动1点。将 x 坐标设为某个值，表示让角色往右移动到具体位置。将 y 坐标增加时，表示往上移动1点。将 y 坐标设为某个值，表示让角色往上移动到具体位置。我们做一个键盘控制角色移动的示例，拖入重复执行积木块，条件积木块，按下空格键积木块，以及将 x 坐标增加时积木块到编程区，选择按下右方向键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将上方向键、下方向键以及左方向键所需要的积木块全部拖入到编程区。记住上方向键，我们应该选择将 y 坐标增加时，下方向键选择将 y 坐标增加负10，左方向键选择将 x 坐标增加负10。点击程序块进行运行，我们就可以根据键盘方向键控制小猫移
果碰到舞台边缘就反弹。点击积木快运行，我们就看到小猫碰到舞台边缘就返回了。但是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小猫回来的时候是倒着的，那么我们怎么解决呢？这时候我们可以拖入，将旋转方式设为左右旋转积木块，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小猫没有倒着回来，而是转身再来回巡逻。X 坐标、Y 坐标方向用来显示角色的实时位置。我们可以让小猫说出 X 坐标的实时坐标，拖入连接积木块和说话积木块，修改连接积木的文字，让修改好的积木块拖入到说话积木块中。点击积木块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小猫说出了 X 坐标的值。我们将这个程序再升级一下，可以用它判断是否到达目标位置，让小猫走到右侧提示到终点啦。拖入条件积木块，重复执行积木块，移动10步积木块，让小猫重复移动。如果 X 坐标大于100时，我们就让小猫说我到达终点啦。点击积木快运行，我们来看效果吧。运动板块积木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有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留言哦。下期见！玩着学编程，每个孩子都是创作者。